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，我们的老朋友了，泰森哥。大家好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准备盲品4款，全部来自尼卡一甲集团的酒，它们分别是工程侠、于氏，还有竹鹤，还有一瓶就是尼卡的 From the Barrel，也是拿过很多奖的酒。小方瓶。然后他刚才看了一下这4款酒，觉得好清淡，因为一看就是日本酒的那种风格。好吧，那我们从第一款开始尝。哦，这个酒精感很强，然后是扑鼻的那种奶香。乍一闻呢，其实我能够闻到曲，就是那种酒曲的味道。酒曲的味道，就有点像那个烧酒的那种感觉的味道出来。果香比较浓，不是那种轻轻的花香，就是甜美，然后酒精感爆棚。我倒觉得还好，就那个酒精感对我来说，我觉得。你不觉得不够重吗？不够重，整体的味道我觉得它还算是比较轻柔的感觉，就没有特别的重的味道，整体都比较清淡。你觉得一入口基本上没有什么味道，对，比较清淡的味道。然后尾韵那里它出来强的那个新桶的那个油脂感还挺好的，对，它油脂感还做的挺漂亮的，有点很像那个苏格兰的那种感觉。是，闻起来像日本的，喝起来像苏格兰的，这个就有点意思。来，我们来尝一下第2款。哇塞，这个味道巧克力。我觉得这一款里面是有些烟熏的味道。这个就是真的是口味儿，就是巧克力的偏咸的感觉，有点海盐的味道。整个有点像那个海岛风格的。这个我也挺喜欢的，这个有点感觉像刚才的那一款的加强版，然后有点带烟熏，带一点点泥煤，但是它不是很重，就很清淡的那种感觉，就有点像喝类似于就喝 Springbank 之类这种海岛风的那种感觉。它没有 Springbank 那么浓，没那么烈，它是轻柔版的那个烟熏威士忌的那种感觉。我记得当时竹鹤是去的。他是去那个 Long Grove， 那不也算 Springbank 的那个酒厂吗？所以它其实它有它那个很就有那个底蕴在。它又不是阿贝的那种，或艾雷岛的那种，它其实就是有点像那个，就是说那个Campbellton 那边的感觉，有点很像典型那个感觉。如果大家喜欢喝 Springbank，一定要试试这款，所以是他喜欢的那种。好了，我们来试一下第3款。这是个什么？奶油加了一支烟草，就你们能吃到的那个蛋糕上面那种奶油，就是那个味道，然后有一丝丝的像梨子呀，青梨子、青苹果的，但这个没有什么酒精感，这有点咸，但是没有什么酒精感，我感觉不出来酒精感。整个喝进去之后呢，它后面那个就变成真的是纯泥煤的味道，那泥煤味就上来了。它这个泥煤味让我回想起来了阿贝。优点就是说，如果吃那个芝士的时候那种感觉，你要就它带有那种咸的感觉，然后有点奶油，整个就好像一块芝士在你嘴巴里面化的，慢慢融化的那种感觉，这个很特别。泥煤味这个不喜欢泥煤味的没办法喝，有点太重了。其实我也挺感谢尼卡的，就是竹鹤这个人的，如果他没有坚持他的这个酿酒的方法。现在我们也许喝不到这种轻柔型的，因为你像刚入门的人去喝 Speyside 或者 Campbellton、Springbank 这个拉福格或者阿贝这些重泥煤的，入门其实是很难入门的。对，它这个稍微轻了几，对，轻柔一些呢，就让初学者会觉得又好喝，然后有慢慢接触，可能你喝到最后变成了苏格兰的那种重泥煤、重烟熏的那种味道。对，其实挺好的。好，来我们再尝一下第4款。咖啡味儿，那瓜子，有点像瓜子的味道。但那个香草的味道、甜的味道也是有的，而且这个酒一闻，而且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的那个颜色是属于金黄。我们刚才那3个的颜色基本上是属于青柠檬的浅黄的颜色。这款酒一闻就觉得它很浓郁，
这酒又在嘴里化开的感觉，很好喝，有喝酒的感觉。有喝酒，而且度数也够高。他的酒喝酒的感觉肯定就是因为酒精度到了。这个酒会让我觉得它已经滴过水，只不过它滴过水了之后，它那个味道全都出来了。是不是就是好浓郁？入口是浓的，它那口感，它整个酒体是偏重的，就在喝了一杯牛奶的那种感觉的那个重度，就基本上能喝得出来，它跟这3款是有点不一样，截然不同。然后，但是它里面又融合了一些它这里面的一些特点，就包括就那个带有一点的那个烟熏味啊，包括那个海盐的风格，然后包括它那果干的那些味道，其实奶油的味道，整个都融合在了一起，然后而且还挺均衡，完全不分散，也没有突兀的感觉，而且它回味很长，蛮好喝的。这4款酒其实都还蛮喜欢的，好吧？那我们写下我们自己的答案吧。好，我们揭晓我们的答案了。这次我是没有看你的，你告诉我你第一个选的是什么？我第一个选的这个是工程侠，第二个我选的是竹鹤，第3个是于适。漂亮，2个，我们2个人前3个都小方瓶。咱俩只有一个小方瓶，只有一个一样，好吧，请导演给我们揭晓答案。好了，导演已经帮我们揭晓答案了，我们2个分别错了2个，但是我们的小方瓶都猜对了。那我帮大家揭晓一下答案。刚才我们喝的第1款是竹鹤，然后第2款是工程侠，第3款是于适，第4个呢就是那个小方瓶 From the Barrel， 得过很多次奖，什么旧金山大奖啊，这个奖那个奖，反正他就是拿奖拿到手软的那么瓶酒。那我猜工程侠是因为之前我们有一期喝过工程侠18年，我觉得工程侠的味道是那种就是这个味道。喝这个工程侠的时候真的是喝到 Springbank 的那种感觉，然后于是就喝到了那个阿贝的感觉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于是的这个烟熏味要比竹鹤的烟熏味其实要重很多。我印象当中，竹鹤在这4个里面就是这瓶酒它是最有名的。算了，其实如果无年份里面应该最有名的还是它就不是我说牌子，因为它没有带它这个牌子嘛。那于是啊，工程侠、竹鹤，就大家天天喝日本威士忌的人都会知道这3个牌子。但是其实叫的最响的就是竹鹤，因为除了山崎啊、响啊、白州啊，那你能想到什么品牌？就是竹鹤。所以我觉得竹鹤应该是更好的。我没想到今天竹鹤带给我们的表现力也好，和它的感觉没有那么惊艳。对，那我们帮大家介绍一下它们分别的市场价钱。那竹鹤呢，这瓶酒现在这3款应该差不多，这款3款人都不会超过100美金吧？其实它的黑标还是很贵，它的黑标大概是1倍的价钱的。对，它黑标因为已经停产。最便宜的我看到大概是个130、140的样子，那个黑标，这个白标其实价钱没有很贵。那这个From the Barrel 呢，它的价钱大概是在200多美金，然后现在它回落到有的地方甚至卖80、90的样子。对，最低的卖但是真的是，如果你花70块钱。就是不超过100块钱，其实这3瓶酒我们都会，我觉得都 OK， 都挺好的，性价比都很高。就是在日本威士忌里面，你花这个价位如果买到这样的酒，其实有去了解过就竹鹤正孝这个人的话，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就是竹鹤正孝他一直很坚持的，就是他要做苏格兰风格的日本威士忌，所以包括他的选址也好，就是说他从山崎出来之后，他去的那个于适，其实于适是在那个日本啊，其实很靠北边了，就在最上面的一个，其实也算是一个类似很冷的地方，对，一个比较冷的地方。其实他说的，他为什么选那里，他就觉得那个位置，他那个环境，包括那个气候就很像苏格兰，就他觉得在那里他能够做到那个，就是说去复刻那个苏格兰的那个威士忌出来，包括他一直在坚持用的，其实我们喝到这么重的梅味，包括他后面的油脂感啊什么，其实他就是用的，现在还是在用那个苏格兰都没有了的那个直抹蒸馏粉，所以如果你是想要真的喝到就是已经很老的那种风格的，对，其实在就于适上面是能够喝到那个味道的。
就你可以喝到这3款酒，就不提的 From Barrel 啊，就这2款酒，甚至加上竹鹤，我会觉得他们并没有追求怎么样玩桶。它是追求的一种传统的，就是传统工艺，喝到很原始的，就是真的是喝酒老饕很喜欢的那种，可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味道。就是我在哪款酒里面喝到这种，哎，这个稍微跟那个差不多，但是它又有自己的变化，自己的风格在里面，会有一种。推陈出新，但是不是说只是有一个噱头啊？我放一个红酒桶，我放一个雪梨桶，或者我弄个樱花桶，不是在，就有点像 Springbank 的风格，就是他一直在坚守着自己的一个酿酒的理念在里面。对，其实是挺值得尊敬的。那我们总结一下吧，这4款酒，大家如果可以买到，就达到一个好的价钱，比如说$100以下。你们不用看，你们直接收，不是，但是前提是说，大家可以接受泥煤或者烟熏的味道。对，如果你对泥煤烟熏不是特别接受，其实竹鹤也是 OK 了。竹鹤其实也是好喝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哟，你的关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大家尝的酒，请记得给我留言。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